久等啦，朋友们，我们的旗舰手机信号大横屏终于上线啦！在年初的 iPhone 16E 的视频里呢，其实我们已经简单做了一些信号方面的测试，比如信号干扰对网速的影响，那个算是我们1.0的信号测试标准，还是非常简陋的啊。所以今年一整年我们都在更新测试设备和标准，信号这个东西想测明白啊，真的是太难太复杂了，尤其是线网条件下，耦合的干扰和条件真的太多了。同样的测试用力，同样的地点，同样的网络，同样的设备，一天都能测出来很多不同的结果。所以，即便我们这次更新完标准，这个测试也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只是终于能多少测出点东西来了啊。OK， 那我们来看看具体做了一些什么吧。为了和各路手机厂商、通信厂商接轨，确保我们的实验室测试符合3GPP 26、27的规范，这次我们花了不少钱采购了法国 Amarisoft 的4G、5G 网络模拟器，用它组网搭建在我们的屏蔽箱里测试。整个系统呢跑在 Linux 主机上，配合2张 SDR50的射频前端板卡和天线，可以灵活的模拟各种频段、各种制式。我们这次的要求是要做到5G 2×2 MIMO 的同时，4、5G 可以正常的切换。现实世界就是存在很多从5G fallback 到4G 的这个场景，那这个是不得不测的啊。但是4、5G 同时工作这个需求还是挺让我们头疼的啊。总之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在实验室里的屏蔽箱开了一个极客湾电信啊，然后就随便折腾这些手机的网络了。那在 root 的手机还有一些网优机上我们可以用网优软件来获取基站的4、5G 参数，抓到信号相关的测试数据但毕竟只有少数手机能搞到这个权限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实验室环境里自己搭5G 核心网来测试就是想从基站侧、从核心网侧获取手机上报的信号指标像是速率、CQI、MCS 等等这样呢，每台手机的这个测试的结果我们都能测出来了。有了软硬件设备，再经过几个月的调试和开发，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2.0的信号测试标准终于问世啦。实验室测向涵盖了天线测试、模拟场景测试、射频信号仿真测试3大类。而除了实验室以外我们也会走出门，在中国电信的线网下测试高铁和弱信号等场景，和实验室对照，或许能够看出一些东西来。网络条件上，我们现在所有的测试都集中在移动的 NCL 频段，主要是因为信号测试特别复杂，特别花时间，我们就只来得及测这一个频段等后续所有测向都稳定之后，我们也会尝试去引入联通和电信所使用的频段当然这个工作量就得是现在的好几倍了不过在测试开始之前，还是要继续叠加，就是哪怕升级了2.0标准，我们相比真正的通信实验室，条件依然是很简陋的专业厂商的测试环境往往是几千万级别投入的暗示，配合大规模的天线阵列，全套核心网设备，甚至能够跑几个月的测向。而我们呢，就只有大几十万的预算，只能在小屏蔽箱里做，信号也会有进场效应多进反射，数据肯定没有在大型暗室里测的那么准，就更难反映真实环境的情况再加上蜂窝通信网络呢，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复杂的体系，涉及到频谱、网络架构、硬件算法、用户行为等等一堆东西，对吧？厂商要去平衡天线设计和成本，运营商呢又要考虑频谱和基站密度，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体验。线网里还有更复杂的情况，比如5G 的载波聚合、大规模的 MIMO， 不同地区的运营商它的这个频段和设备有差异，对吧？甚至于用户用的这个5G 套餐的不同，都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室测试呢，就更像是显微镜下的一部分特征既能让大家看一下各家的手机在通信策略上的不同，也能顺便科普一些通信知识。但是它肯定不是终极判定，更不是斗需求如果你看到某台手机的数据差很多，也不一定就是手机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我们实验室环境的限制。希望大家能先明白这一点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们来一碟开胃小菜，来看一下比较基础的天线测试我们测试了固定角度的打流和360度旋转时打流2种情况。固定角度测试其实主要是用作后面的对照组，不过还是需要说明就是目前我们只测试移动 N41这一个频段，而现在手机上会有多根射频天线用来负责不同的频段，所以只测 N41的天线还是比较片面的。但也不是说这个测试就没有参考性了，这个天线射频设计比较好的手机呢，它的全向覆盖一定是会表现得更好的，在360度旋转打流的时候也会更强。那直接来看测试结果好了。首先不出意外的就是华为的2台机器表现呢确实很好，在静止状态和360度旋转的状态下呢都比较的稳定。在所有旗舰机中，360度旋转下，华为的终端抖动最小，各个角度信号都没有问题那曾经有死亡之握的 iPhone 表现如何呢？
结果确实是逊色了一些。即便在静止状态下呢，也会出现小幅度的抖动，而在360度旋转下呢，抖动的幅度则会进一步的增加。16 Pro 和16 Pro Max 部分角度下甚至会降到50兆的速率。欧米两家的联发科旗舰基本上表现差不太多，在有些特定的角度下会有劣化，总体测下来没多大问题。而小米和荣耀这边则比较的奇怪，无论是静止还是旋转测试，表现都有点不太稳定，抖动比较大。我们怀疑可能和 AMC 有关。AMC 你可以理解为自适应调节机制，就是手机会根据当前的信号质量自动选择更快还是更稳的传输方式就有点像自动挡汽车的换挡逻辑，路况好就挂高速档跑得快，路况差呢就自动降档来保证不熄火。这如果有问题，意思就是手机通信的过程中可能就换错档了那别急，我们后面还会遇到这个问题，等会儿再来细说另外就是小米的电池策略也会影响到它的基带性能，均衡模式下发挥不出基带的全部表现，需要性能模式才能够实现。那简单测了一下大家的天线表现，再来看一下各家手机的抗干扰能力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无线电干扰那是真的非常的多。说的简单一点，你在办公园区或者在家里看一眼 WiFi 信号，对吧？那信道拥堵是简直不忍直视那我们这一项干扰测试，就是为了看在不同信号强度以及不同干扰强度下，手机终端下行速率的变化，以此来检测手机的抗干扰能力以及噪音消除能力。我们设置了2个变量，分别是5G 发射端的信号强度和射频信道仿真的噪音等级，通过不同的测量参数组合，最终就可以绘制出这一张热力图。这里的红色就是最高网速的区域，这个面积越大呢，肯定是越好了。红色往外轴延伸的越多，就说明网速不易受到干扰的影响。而红橙黄这种高网速区间往 X 轴延伸的越多，就意味着网速不易受到信号强度的影响。手机离基站稍远，信号强度稍弱的情况下呢，网速依然是可以很快的。这个不同的颜色就是不同的网速覆盖的范围。不知道大家看懂了没有呢？来看结果，华为的2台机器表现确实非常的不错，抗干扰能力很强。Q180 Ultra 在发射端75 dB 到90 dB 的这种比较良好的环境下，可以稳定200兆以上的速率，而42 dB 最低速率大概是接近42兆Mate 70 Pro Plus 在同样信号比较良好的时候，可以稳定200兆以上的速率，而发射42 dB 信号的最低速率大概也有47兆以上苹果这边比较意外的是 iPhone 16E， 它的抗干扰降噪能力居然还挺不错的，基本跟华为的2个终端接近了，其他的2个型号表现就没有那么强了。iPhone 16在发射端90 dB 最强信号下呢，-80到-40 dB 的干扰，部分区间的这个信号是比较差的。而 iPhone 16 Pro Max 呢，90 dB 最强信号下，-100到-40 dB 干扰，部分区间的信号也是比较差的这弱信号场景最低的速率甚至只有17兆这个还是不太行或许苹果的自研 C1 基带对抗干扰这一块有过专门的优化这就不知道了OV 2款机器用的都是天玑9400，基带的部分是一样的，那存在差异的应该就是天线部分以及算法方面了。2家测试结果也确实存在一点差异，但基本也都符合主流表现。剩下的荣耀 Magic 7 Pro、小米15、小米15 Pro 这几款高通基带的机型测下来，数据是比其他终端来的更差的尤其是小米15 Pro 网速最差的部分，反而发生在它信号最强的区域，有点奇怪是吧？我们在小米官网看到15 Pro 使用了信号增强芯片以及 AI 调度，并且这2个功能都没有提供关闭选项，有可能就会对测试数据产生一些影响。通过信号大师，我们发现15 Pro 强信号下甚至使用了 QPSK 调制解调，导致它的网速极差。信号增强芯片主要是给弱信号场景提供增益的，那小米在强信号下出现网速问题，可能是在强信号这种增强芯片不该介入的场景，它反而介入了。我们猜测可能在增强芯片和基带算法的配合上还有比较大的优化空间。这里顺便展开科普一下，我们前面有讲到 AMC 这个自动换挡逻辑具体来说就是信号质量越好，调制解调等级就会越高，调制等级越高呢，一次能承载的信息也就会越多，传输速度也就越快。现代通信中最常见的一类调制方式叫正交幅度调制 QAM， 像16 QAM、64 QAM、256 QAM 就是它的不同等级看着有点复杂，但其实原理还是挺简单的，可以用这个星座图来理解。星座图上的点就是信号可能存在的状态，
圆圈的范围啊代表信号强度的覆盖范围。最基础的 BPSK 一个波形只能传1个比特，所以一共有2种波形。QPSK 就是一次传2个比特，也就是4种组合，对应4种波形，速度相比 BPSK 会翻倍。而16QAM 就是一次传4个比特，有16种组合。64QAM、256还有1024呢，就是以此类推，对吧？星座的点越来越密集，速度会越来越快。当然了，高阶调制并不是免费的午餐，点越密，彼此越相近，抗干扰能力就越差。信号好的时候呢，你可以跑64QAM、256QAM，一旦环境嘈杂了，干扰多起来了，系统啊就应该会主动降级到 QPSK 或者16QAM 来保证准确率。那举个常见的例子，3G 网络最高一般是16QAM，4G 呢则能够上到64QAM，5G 在理想条件下呢，甚至能够到256QAM 或者更高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小米15 Pro 在信号明明不错的时候，却反而在使用 QPSK， 这个就会觉得策略上很奇怪了。看完了实验室基础指标的斗蛐蛐，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啊？其实这些基础测项做的或好或者差呢，都未必能够很好的对齐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场景。毕竟网络信号这个东西，它的变量实在太多了，单看某几个单项是没啥参考性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实验室中还模拟了2个重要场景，分别是模拟电梯和模拟高铁。这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2个信号高频劣化的场景。先来看电梯场景啊，现在虽然这个很多的新的写字楼啊，在室内和电梯内都有微型基站的补盲啊，但是也依然有很多楼宇内和地下车库的5G 信号覆盖是比较差的。那我们针对性的设置了2种模式，一种啊是先维持正常的信号强度，然后突然降低强度，但是还是保持有信号的，最后啊再恢复到正常强度，用来模拟从电梯外等待到进入电梯内信号强度劣化，在最后出电梯。这个模拟测试主要是看手机在信号极差的环境内能否保持底层心灵连接，以及当信号恢复之后啊，能否快速建立稳定的网络数据连接。对于手机信号接收的灵敏度有一定的考验。如果手机信号接收的灵敏度比较高啊，你在信号劣化之后啊，依然是能够听到基站信号的，不会断开信令，就不会出现断网。那出电梯之后啊，也不会需要重新搜网筑网建立数据连接。反之，如果灵敏度较差，就会出现掉网、重新搜网筑网的情况。那另外一种测试啊，是先维持正常的信号强度，然后直接咔嚓关闭信号，再恢复到正常强度，计算重连的时间，用来模拟进入到无信号覆盖的电梯环境中，再到正常的信号环境中，测试需要多久才能重新筑网。有的同学可能会好奇，就我们这里说的这个信令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移动网络里的握手信息啊。手机要上网呢，并不是一开机就能直接传数据的，得先和基站握个手啊，确认身份啊，分配资源，才能够开始数据通信。所以手机从没网到有网的过程啊，就一定要先建立信令链接啊。比如手机刚开机，要先通过信令告诉基站我来了，拿到基站给的网络许可。然后你在路上移动的时候呢，手机要从一个基站交到另一个基站，也要靠信令完成交接。包括不管你是上网还是打电话，都要先发信令去申请资源。而别人给你打电话呢，网络也是先通过信令把你叫醒，再建立通话的。所以一台手机啊，如果能在信号差的时候依然保持住信令链接，那它就不用断网重新搜网了，通常网速也会恢复的比较快啊。那我们分别来看2种情况的测试结果。首先是电梯内存在弱信号的场景，华为 P280 Ultra 和 Mate 70 Pro Plus 的表现非常的好，稳定保持底层信令连接 ，UE、ID 稳定不变，而且能在信号恢复的极短时间内快速建立数据连接。那 iPhone 16 Pro 出了电梯之后，信号不是很稳定啊，甚至比16E 要更差，频繁的切换和重连。16E 在出电梯之后呢，能够快速恢复网络链接，而16 Pro Max 在信号衰减之后啊，没有保持底层的信令链接，出电梯之后是正常的重新搜网筑网的。再来看 OPPO 的 Find X8 Pro， 它也是没有保持底层信令链接的，那出了电梯之后正常的重新搜网筑网。vivo X200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电梯弱信号下没有保持底层的信令连接，出电梯之后正常的重新搜网筑网的。那荣耀的 Magic 7 Pro 呢，在电梯内倒是有保持底层信令连接的，出了电梯后也是恢复网络连接了，但是网速的抖动比较大。那么像小米15还有小米15 Pro， 因为它在强信号下抗干扰的表现不佳，因此它也是信号抖动比较大的。比如小米15，它虽然正常重新入网了，但是重新搜网筑网的需要的时间啊，是要比其他机器略长的。而15 Pro 出电梯之后有再次的搜网筑网，在出电梯后的50秒有短暂的 PDN 连接建立，且网速并不是很好啊。
而搭载玄界加 MTK 基带的15S Pro 呢，在出电梯后也有再次搜网助网，但是在50秒没有 PDN 连接建立，网速为0啊。和之前一样，小米在这里的表现也会受到它电池策略的影响，不同档位下搜网间隔频次也会有差别。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电梯内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出电梯信号恢复之后各部手机恢复网络数据连接所需的时间如下。相较于电梯内有弱信号的情况当电梯内完全无信号的时候呢，华为的终端在出电梯后恢复数据连接的时间变长了。Mate 70 Pro Plus 19秒 ，P80 Ultra 38秒，这个也正好说明了前面的弱信号场景，在电梯内有极低信号的情况下呢，华为的终端会倾向于保持底层心灵连接。比较惊喜的是，iPhone 的入网恢复时间倒是比我们想象的短了不少我们曾经在3月份的 iPhone 16E 评测里做过类似的测试，当时死活没法重连上，必须开关飞行模式才能重新搜网。后来我们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苹果，看起来他们似乎还挺听劝的现在再去测。iPhone 已经复现不出这个问题了，应该说搜网频次和策略呢，还是比较容易通过 OTA 更新升级修改的。除了容易 OTA 之外呢，我们测的这个数据本身也不是完全准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终端在电梯内没信号的时候甚至是没信号的瞬间就尝试了搜网，就是每家的搜网频次、搜网间隔时间之类的策略都是不一样的。搜索1次、2次依然没有信号，第3次搜索信号的间隔就会长一些，所以最后就导致有信号后，有的手机只需要几秒，而有的就需要20-30秒才能重连上。咱们这个测试结果就仅供参考吧。那说完了模拟电梯场景，我们还模拟了另一个重要场景，就是高铁这个想必很多人都经历过，就高铁上打着游戏、刷着视频，突然就没网了那为了在实验室里模拟高铁，我们的工程师还是奉献了一些头发的。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为什么高铁上信号会变差，这个原因可就非常多、非常复杂了，耦合性高的离谱总结来看，差不多可以分为3大因素：高铁本身、信号传输和基站。那高铁的车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金属框架，封闭的车厢可以说就是一个法拉第笼，信号在穿透车体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大的损耗，这就会导致信号强度的直接劣化，而且这种劣化还会受到座位位置和不同车型的影响，而就算都坐在靠窗的 A 或者 F 的位置，真靠窗和面壁的2种情况呢，这个信号强度也会不一样另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传输方面呢，影响最大的就是多普勒平移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救护车警笛效应。救护车开过来的时候呢，声音会变尖；开远的时候呢，声音会变低。无线电信号也是一样的，高铁在高速行驶时，相对于基站有很快的速度，这会让原本稳定的信号频率产生偏移。在5G 网络里，这个问题会更加明显，因为5G 的工作频段更高，速度越快，多普勒平移也就越大。举个例子在高铁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3.5G 赫兹的5G 信号频率偏移可以达到几千赫兹，可以想象就像人耳听到的声音走掉了一样。如果手机基带处理不好，就会听不清楚信号，从而出现抖动甚至掉线。最后就是基站的问题了，单个5G 基站的覆盖范围有限，而且一个基站并不是一整片区域全包的，它通常会用几组天线把周围分成不同的覆盖区域，这些区域叫做小区。当列车高速行驶时，手机就要不停地在这些小区之间切换，一路上不停跨越不同的信号区，再加上车厢里有几百人同时上网，都要连接到同一站点的小区，这会让基站的资源被大量瓜分，结果就是即便能连上，每个人能够分到的带宽和实际也会更少，网速就更慢了。聊完了高铁信号差的几个原因，那接下来就是针对性的测试了。难度上我们也是一点点加码，一共测试了3种不同的工况组合，分别是测向1只有多普勒平移，用来和正常情况下做对比，测试设备的抗平移能力；测向2是多普勒平移加信号衰减30 dB 的基站发射端信号强度，模拟在高铁车厢内的信号强度劣化后的场景。测试3是在多普勒平移的基础上，模拟5G 信号逐渐衰减后，4G 信号逐渐增强，迫使设备从5G 切换至4G，模拟坐高铁途中5G 基站覆盖不足的时候切4G 站的情况。那在展示数据之前呢，先来猜一下哪些终端的表现是比较好的呢？哪些是比较差的呢？揭晓答案啊！有的同学可能猜到了，就表现比较好的呢，还是2台华为的机器，在仅有多普勒平移的时候呢，速度也只是降低了一点点，整体的表现非常的稳定。加上信号衰减后啊，也只是速度上出现了下降，但是稳定性依旧没问题。在强制回落4G 的测试中，5G 弱网的时候，它依然也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5G 链接，跌破阈值之后，4G 驻网也来得非常快。不得不说啊，华为的通信确实是老本行啊，场景优化做的还是挺到位的。
实际上我们查到华为针对多普勒平移这个场景是有相关专利的，可以根据算法确定多普勒偏移值，然后根据偏移值进行频率补偿。我们再来看看安卓阵营，那 Find X8 Pro 已经算是表现比较好的了。在只有多普勒平移的时候呢 ，OPPO 虽然速度也不错，但是这个抖动上还是比华为大不少的。好在加上信号衰减后 ，OPPO 整体的表现虽然还是不及华为稳定，但也已经非常优秀了，速度上也不落下风。强制回落4G 的测试中，前段5G 的波动比较大，但是4G 的切网也非常的果断，驻网很顺利。同样采用天玑处理器的 vivo X200要稍差一些，除了多普勒平移带来的网速波动再加上信号衰减后呢，X200还是出现了断网，而且断网前的这个波动还是非常大的。断网后重新驻网，看起来是触发了优化算法，整体的表现变得比较稳定了。强制回落4G 的测试中表现的也比较一般，切网过程还是挺曲折的，驻网比较慢，而且出现了4G 断网重新驻网的情况。那再来看看高通平台的产品，小米15的表现也谈不上优秀，整体是弱于 Find X8 Pro 的。在只有多普勒平移的时候，不仅波动较大，网速也更差一些，比 OV 还有华为的机器在多普勒平移叠加信号衰减的场景的表现还要差。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信号衰减之后，网速表现也很一般。好在强制回落4G 的测试中，切换网络的表现还不错。虽然前段的5G 网速波动也比较大，但是切换4G 的表现还挺好的。而小米15 Pro 和采用了外挂 MTK 基带的小米15S Pro 的表现就很差了，只有多普勒平移的时候就开始出现断网，15S Pro 甚至还出现了掉网、重新驻网的情况。加了信号衰减之后两者的网速表现都会更差。那强制切换4G 的测试中呢，15 Pro 在前期就出现了掉网，5G 信号关停之后呢，也一直没有切换去4G，导致机器一直没网。15S Pro 反而要稍微好一点，能够正常切换到4G 驻网，唯一的问题就是反应稍微慢了一些。另外一个高通平台的终端就是荣耀 Magic 7 Pro 了，这个表现也是测试过的安卓阵营里比较差的啊。首先，在只有多普勒平移的时候，它的表现就非常的差，不仅是波动大、网速慢，多次出现掉网、重新驻网的情况，加上了信号衰减后，也是完全没眼看啊，甚至掉网后都不能及时重新驻网。不过回推4G 的测试表现的还可以，可以顺利的切网驻网。OK 啊，看完了上面这一些国内的厂商之后，再来看看 iPhone 的表现。我也是很好奇，作为国外厂商，苹果会不会针对国内的高铁做测试或者是特殊优化呢？iPhone 16在出现多普勒平移后，需要15到20秒左右的时间才能检测到多普勒平移，反应过来后还是会进行补偿和优化操作的，所以你能看到它的这个网络速度呈现这种阶梯状。加上了信号衰减后，整体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强制回落4G 的测试中，测网部分也没啥大问题。16 Pro 的表现和16差不多，但是切换4G 的过程中出现了5G 掉网的情况。最大号的 Pro Max 测试结果就比较意外了，即便是多普勒平移场景，也出现了多次掉网、重新驻网的情况。在强制回落4G 的测试中，切换4G 基站的时候会出现切换失败、断网的情况，4G 一直无法驻网，导致整机无网络。最后再来看一下搭载自研基带的16E，只能说这个机器似乎完全没有做优化，在多普勒平移的测试中，抖动可以说是非常离谱，加上了信号衰减后抖动依旧，峰值速度也随之降低。那在强制回落4G 的测试中，虽然也能够成功切换，但是切换的时间过长，会导致一段时间的断网。那聊到这里，我们这一次信号大横屏的实验室部分就算做完了。怎么样，大家看的应该都有点头皮发麻吧？实话说，我们也只是挑了一些比较容易测和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测项，这也只能反映手机通信的冰山一角。更不用说我们实验室的环境还远远没有各家大厂来的好啊，肯定是有不严谨的地方的啊。还是那句话，就是通信这个东西，你很难给它定一个非黑即白的好坏之分。我们这一次的测试结果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更多是为了帮大家了解手机通信啊，千万别直接拿我们的结果去斗蛐蛐啊，这样不太好啊。那么这一次除了实验室外，我们也用中国移动的卡带着12台手机，简单去做了一些线网测试，一个是弱信号测速，另一个是实战高铁。弱信号测试的安排比较简单，我们在网速非常差的位置测速，控制变量每台机器测3轮看情况，这其实是个有一定随机性、比较片面的场景啊，但实测就是这样的，仅供参考吧。在这种弱信号下，大家的下载表现好像差别没有大到特别离谱，但是几台 iPhone 的上传是明显很差的，稳定的差。尤其是16E，几乎3次测速都没有什么速度。小米15、vivo X200这2台呢，也会出现上传无速率的情况。像X200的话，上行下行都不太好啊。
玄界加发哥基带的小米15S Pro 在这里也谈不上给力，而华为的2台机器应该是弱信号场景里上传表现最好的，又快又稳定。而像 OPPO 的 Find X8 Pro 似乎在这个弱信号特定场景也是比较稳定的。这种测速受到外界影响还是比较多的，测试时长也很受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更高难度的高铁实测好了。这一次我们带着12台手机，确确实实上高铁测了一下看 B 站直播和访问测试服务器测延迟这2种场景。从上海虹桥到杭州再到黄山，前半段由于是江浙沪经济发达区域，运营商的网络覆盖太好了，所以我们就主要聚焦在后半段的杭州到黄山区域。在进入了安徽之后高铁沿线基本是山区，隧道场景比较多，信号覆盖和优化难度也比较大。我们来看看这种情况下各家手机的表现。观看 B 站直播，同运营商同套餐的卡同时进行测试，因为直播和视频一样，也是有缓存机制的，并不能完全准确的展示网络波动或者掉线的情况。而且 iOS、安卓还有鸿蒙3个系统的应用端缓存和重连加载的策略也会存在差异，所以这个测试并不是严格的斗蛐蛐，更多只是展示特定测试条件下的高铁场景5G 体验。首先能明显看出来有问题的就是华为的 Pura 80 Ultra， 这倒不是因为它的网速不行，而是鸿蒙版的B 站客户端存在 bug， 一旦卡顿超过5到10秒，就无法重连回直播了，只能手动重进直播间。而另一台没升级系统用着安卓版 B 站的 Mate 70 Pro Plus 就没有这个问题。单说高铁实测这个场景，华为确实不像它在实验室里那样有优势，卡顿次数还是挺多的，不过平均卡顿时长并不长，都是小卡顿。荣耀的 Magic 7 Pro 也基本上是类似的表现。而整个高铁测试里最让我意外的是 iPhone 阵营，几台 iPhone 的卡顿时间和卡顿率居然都还挺优秀的，这和我们很多人认知是完全不一样啊。那我们详细分析了一下 iPhone 在网络良好的路段里表现是要差于大部分安卓设备的，但是在弱网路段 iPhone 的表现显著的好于其他设备，直播流观看起来相对是更流畅的。哇，这个还是挺反直觉的是吧？我们觉得有一种可能是 B 站的 iOS 版客户端做的比较好，应用策略的不同也是会影响到体验的。那再来看看表现不怎么好的，那就是小米15系列了。15和15 Pro 的整体卡顿次数不多，但是平均卡顿时长都比较离谱，每次卡顿都挺久的。用着玄界芯片加外挂 MTK 基带的15S Pro 呢，虽然总卡顿时长差不多，但卡顿次数就非常的离谱了，小卡顿非常多，主观体验上也是比较一般啊。Find X8 Pro 和 vivo 的 X200虽然都是天玑940平台的，但是高铁的表现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它们的卡顿次数都不多，但是 X8 Pro 的总卡顿时长是要长于 X200的，最后的表现也只是比小米略好一些。那我们前面也说了，因为直播有缓存存在，加上各平台的 App 它的这个策略都是不一样的，是比较难控制变量的啊。当然，用户实际用呢也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它可能就是最后这个体验，对吧？但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变量，来看一下通信链路的情况，我们就决定设计一个网页测试，在高铁上12个手机访问位于上海的测试服务器，然后记录大家访问服务器的延迟和丢包情况。直接来看这张图好了，纵轴表示延迟，延迟超过1000毫秒，我们就认为是一次超时。从总的结果来看，这些机器的卡顿分布都比较集中，没有看到特别明显异常的表现。但是每个机器在卡顿区间的表现还是挺不一样的。从超时次数来说表现最差的是 Mate 70 Pro Plus， 超时率已经是主流水平的2倍以上了，平均延迟也有134毫秒。结合直播和网页2个测试来说 ，Mate 70 Pro Plus 至少这一次的高铁实测，它的这个表现确实是不太行的。而 Pure 80 Ultra 在没有了 B 站客户端 bug 的影响之后，表现倒是正常一点了。超时次数和 X200还有 Find X8 Pro 都差不多，平均的延迟呢也相差不大。而小米15系列的3兄弟当中呢，比较意外的是玄界加发哥基带的15S Pro 表现倒是不差，超时数和平均延迟也都是正常的水平。这个和直播测试里的卡顿情况还挺不一样的。那我们猜测可能也和直播的缓存机制有关，实际上它只是波动比较多，但是掉线并不多。3台小米中垫底的是最小的15，卡顿次数和平均延迟都略逊于其他2款。安卓阵营表现最好的反倒是荣耀 Magic 7 Pro， 卡顿次数最低，而且平均延迟也在正常水平。再来看看苹果 iPhone 16系列整体的超时数表现都是意外的好，平均延迟除了16标准版以外也都还可以，但是延迟方差都比较差，能看出来它的延迟是比较不稳定的。在实际体验中也可能会因为这种较大的波动导致延迟大的主观感受你看，从大量的实验室测像到各种线网实测，你会发现呈现出来的结果真的是五花八门，难以预料
像华为的 Mate 70 Pro Plus， 在我们实验室的各项测试，还有弱信号网速里，夸，全部都是几乎无敌的存在。哎，但是，一到高铁实测里呢，它的表现又没有那么强了。而像 iPhone 这种我们一直觉得它信号很差的机器，实际测下来，虽然在线网弱信号下确实表现的比较差，但是别的场景，包括实验室各种测向啊，还有高铁场景的表现，似乎也有不少还可以的，跟其他的一些安卓旗舰比也是半斤八两。具体到各种测试，我只能说大家的特征还挺不一样的，但是你很难就断定说一台机器的信号表现就是好或者就是差，这个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场景，或者是取决于测试条件的。这个也是蜂窝通信网络的复杂之处，就是变量实在是太多了。它涉及到无线电频谱资源呀、网络架构啊、硬件设计啊、软件算法、用户行为各个方面，对吧？也许你换一个联通电信的频段，测试的结果就又不一样了。也许如果我们不用屏蔽箱，而是换大型暗示，这个测试结果也会有区别。那再也许线网换一条高铁线路，或者另一个地区的运营商采购了不同的基站，这个测出来的结果可能还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这一期视频才在疯狂的叠加，对吧？我自己都不敢说这一次横屏得到的结论就是有普适性的，毕竟都是在特定条件下测的测试嘛，对吧？那有的同学就会觉得，哎呀，真没劲儿，我这视频点进来就是来斗蛐蛐，分个好坏高低的，结果你这视频都没法省流了，太难受了。但是你回过头啊，看完这期视频，你有没有对于移动通信多一丝了解，稍微学到一些新东西呢？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做的也算是值得了。反正不管信号评测有多困难，我们最终还是尽可能的花钱、花人、花时间，给大家带来了这一期信号横屏。这个过程确实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也希望得到你一个免费的赞吧，还有投币、收藏、转发以及关注我们极客湾这个频道，能有大家的支持，是我们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评测最大的动力。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云飞，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